Hello，福气的猫友们，我是希望所有生灵都能被善待的安宇，欢迎跟着安宇一起学养猫。会做这一集呢，主要是因为安宇的弟弟家里有一只曼赤肯 Mugi， 然后他出现了一些在沙盆外面上厕所的一个状况。那先说 Mugi， 他其实之前并没有这种行为，虽然说家里脏了我们再清就好，但最好当然还是去理解 Mugi 想透过这个行为去表达什么呢？有什么是安宇弟弟他没有做，或其实多做的导致了这个结果？还有什么是可以去被改善的吗？是不是有猫友也有类似的烦恼跟困扰呢？想拜托家里的猫主子真的好好上厕所吧，那就跟着安宇一起翻文献吧。因为猫砂盆对于猫来说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本集呢也会分享关于砂盆的大小、数量、沙量甚至摆放位置，然后去做一个比较全方位的分享，希望所有的猫咪跟猫友们都没有砂盆相关的忧虑跟压力。首先，美国兽医师 Christian DeColder 他说，当猫在砂盆外面的地方上厕所，那其实主要分为两种行为状况，一是如厕行为，二是标记行为。如果是如厕行为，那可能是猫咪的健康出现了一个状况，或是猫咪缺乏完整的猫砂使用训练，比较常出现在小猫呀或是浪浪的身上。如果是标记行为，通常是想透过这种方式去跟你沟通或是表达。那不管是哪种行为状况，其实并不少见。所以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猫友们，安宇只想跟你说，You're not alone。当你发现你家的猫在砂盆外面的地方上厕所，其实你可以先请兽医师检查猫咪是不是有骨关节相关的疾病，或是身体其他的疼痛。骨关节发炎或退化呢，其实是非常常被忽略的一个症状。猫咪在不舒服的状况下，非常有可能会改变它们原本的行为。学术研究上发现，体重比较重的猫咪，或是年纪比较长的猫咪，有时候会产生关节上的不适，像是爬呀或跳啊。然后如果你的砂盆比较高，那它就会相对来说对它来说有一些难度，造成它骨关节的一些压迫，甚至有些疼痛感。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猫咪可能就会选择在砂盆附近上厕所，或是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比如你的床上。那作为猫友们，你一定就是不是第一次知道说猫咪的忍痛是非常超群的，就是 No.1。所以针对关节的检查呢，除了请兽医生去触诊之外呢，你也可以录下猫咪在家里的行为，然后让骨科兽医师比较有全面的理解，去观察猫咪现在关节的活动情况，或者是它不舒服的一个指数。除了关节方面呢，你也可以去看看神经或是肠胃相关的健康问题。那当神经系统紊乱的时候，猫咪会因为不舒服，也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上厕所的状况。安宇曾经送 Hoki 去洗牙，然后最后没有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兽医师就有提醒我说，猫咪被下镇静剂或在麻醉中苏醒的时候，可能因为会太放松，它可能就会直接尿出来。所以神经系统紊乱，当然因为面向很多，所以麻烦呢，请兽医师去评估。你也可以去做核磁共振，去检查一下猫咪的一些脊椎状况。那另外比较常见就是肠胃相关的不适，那就会造成猫咪在砂盆外面上厕所。这时候应该就不难发现，因为它的便便就不会是漂亮的嘛。那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好观察到猫咪可能不舒服的地方。肠胃相关的检查，除了去做血检之外，其实也可以请兽医生去做粪检，去看看有没有寄生虫。像 Hoki 之前呢，也有一段时间在拉肚子，那分检之后我们就发现它有毛滴虫，所以请医生做 X 光或超音波，其实都能比较好的去观察到消化系统整体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就是想知道是什么造成肠胃的问题，其实也能透过去更换饲料其中一个变数去看可能的过敏源。如果你已经完全排除就是猫咪的健康状况，那你可能就要去理解猫咪的标记行为，理解猫咪的习惯、喜好跟砂盆环境，这是称职猫友应该要做到的事情。那对砂盆训练还不够的，比较容易出现在原本有野放习惯的猫咪。但如果你的猫是从小在家里养的家猫，可能就是砂盆是比较大的原因，因为猫咪比你想的还在意砂盆的清洁跟设置。那一些改动其实说不定就可以减少猫咪在砂盆外面上厕所的这个行为，也能减少猫咪的压力。比较常见的问题包含就是砂盆清洁频率，砂盆摆在猫咪不喜欢的地方，比如就是比较难去到，或者太吵，或是不是猫咪喜欢的材质或味道的猫砂，砂盆太小了，
沙盆的开口在上方，就比较难跳进去嘛。那沙盆是全罩式的，那这样有时候会没有安全感。那猫砂太多或太少，沙盆距离食物跟水太近，有的东西在通往猫砂的路上，或者是它没有足够的沙盆。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超过1只猫咪的话，那如果沙盆设置是正确的，猫咪也有可能是因为环境产生的压力在沙盆外面上厕所。猫咪有比较强的领地意识跟选择性社交，透过沙盆外面上厕所的标记行为，可能猫咪在宣示地盘或是表达焦虑，比如它跟家中成员或是其他的动物相处的不好。那其实部分的猫咪也会有分离焦虑，去理解它们的压力来源，可以比较有效去改善它们上厕所的一个状况，去帮助猫咪舒压。你可以陪猫咪玩跟互动，准备狩猎的玩具去增强它们的信心。当然，部分抗焦虑的药物会有帮助，但因为药物使用呢控管有难度，所以还是比较建议去多理解压力的来源，并尝试去帮它舒压，比起直接去用药物辅助来得好。那讲了那么多，就希望在这方面有困惑跟困扰的猫友们都能很快的在猫咪上厕所这件事情上得到协助。最后，祝福天下的猫咪都平安，然后愿虐猫者此生都被用相同的方式虐待。让我们一起守护猫咪吧，福气的猫友们，下次问安见。欢迎订阅分享，也欢迎猫友们如果有想理解的主题留言给安宇哦。我们下次见。